你们朋友圈有没有那种假名媛？就是他家庭背景普通，学历普通，工作也普通，然后收入可能也就几千块，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作，但人长得是真漂亮，身材也好，朋友圈非常的精致。今天在洱海看日出，明天在5星级酒店下午茶，后天又换了一座城市打卡，然后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每个月都有。拍照总是把那些名牌包、大 logo 有意无意的露出来，然后最新的 iPhone 从来不缺席。我以前看到这种生活，我觉得哇塞，好羡慕啊！过去名媛一词代表的是出身优渥、气质出众、常处上流社交场合的女性。然而呢，如今这个词却逐渐变成了贬义词。一些人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包装成所谓的名媛，拼单住豪华酒店，拼单喝高档下午茶。这些看似精致的名媛生活，其实是靠拼单堆出来的假象。为了拍照，他们会租用奢侈品，或者合租分摊高档酒店的房费，只为轮流进去取景。在社交媒体上营造出奢华生活的假象。一方面，他们想借此吸引流量；另一方面呢，也希望以此作为敲门砖，钓到所谓的金龟婿。然而呢，随着中国经济下行，以往那些出手阔绰大哥们开始入不敷出，甚至面临破产。当金主们纷纷断供，那些依赖虚假人设维持体面生活的假名媛们，如今处境显得颇为窘迫。川渝的名媛这几个月活得有多凄凉，过得有多惨。我昨天跟朋友喝咖啡，点了可能有200多块钱的茶点，好家伙，一个腰曲5加，长得还挺好看的小姐姐凑过来，我还以为她要干啥，完了她指了指我们那个桌面，她说她是做自媒体，能不能一起拍一下？完了我就瞄了一下她背的那个包拎起来，估计是真的，因为真的已经好旧了，就那个皮都磨损了。按理来说，她那个颜值不至于混得这么惨。但是怎么到这个地步？后来大家坐下来一起聊了一下，她每个月除了还之前的贷款之外，最要命的是她那个脸蛋。以前是3个月一小修，半年一大整，现在是缝缝补补又3年，热玛吉都没钱打。完了，填充物就开始内假体开始变透明。博主问他：“现在你打算怎么样？”他叹了口气说：“还能怎么办？往下沉呗，找个老实本分的工科男嫁了。虽然比不上那些老板有钱，但1年挣个20-30万，总比现在强。”很少刷朋友圈，因为好友列表太多。但是前2天机缘巧合，我看到一个我以前的一个员工，以前一个行政的小妹妹，前2年在我这里辞职出去的啊，突然就一身名牌在那里打高尔夫啊，什么无边际泳池、生日派对什么的。因为我也知道她家里也不是说那么富有啊，我就好奇问问她，我说，哎，是不是最近做什么生意发财了呀，还是怎么的？博主说，这个女生很实在，她告诉博主，她现在也就是一个普通打工人，她朋友圈上面的照片都不是真的。都是在某鱼上面买的一个2000多块钱的套餐，那个套餐就是可以让你享受有钱人的一天，就是给你化妆美美的，一身名牌，然后去高档餐厅吃饭，去高档酒店去过生日，或者去高尔夫球场打打球。这个女生说，其实整个拍摄过程让她感觉非常不好，现场完全不是她想象中的1对1的精致服务，反而更像是一个观光团。因为同一个套餐有10几个人一起参加，大家被统一安排在同一个时间段内拍摄。化妆和换衣服时，10几个人挤在一个狭小房间里，场面乱哄哄的，既没有私密感，也没有所谓的高级体验。他说，就在那一刻，他才意识到，这些名媛照的背后，其实是一场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。到了餐厅以后，他们也只是点了一桌菜。10几个人轮流上前拍照，他坐在旁边等待时，能明显感受到真正来吃饭的客人投来的异样眼神，让他觉得很丢脸。去酒店拍照时也是同样的场景，10几个人只开了一个房间，一组接一组的轮流进去取景，其他人在大厅排队等着。大堂经理差点误以为他们是来拉客的。他说，一天下来体验感极差。别说什么名媛体验了，反而让他深刻感受到了真正的贫富差距。那些精致照片的背后是拥挤、嘈杂、尴尬和强烈的心理落差。90%的男人不知道，现在女老赖已经是井喷的节奏了。简单说，现在经济不行，不少女生欠钱还不上。我做贷款的，我知道现在很多欠钱女生会找对象，让男方帮忙还债。本来现在男女之间就互相信不过，这么一搞，结婚率更低了。建议呢，处对象前查查对方征信吧，别接这些烂摊子。
而且呢，现在女生高端消费崩了，自己扛债扛不住了，以前靠男人买单，这一招也行不通了。我遇到那种老名媛，他们很多都是过气老名媛，他们急了，他们曾经一年是500-600的，甚至有的时候1000的，然后突然男朋友跑路了，出事了，破产了，然后开销摆在那里呢，那个一年房子租金50、60、100个，就是他这套打法没人认可了，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硬挺着，然后会悄咪咪的说，姐妹你还有没有前男友不要的？这个阶段的情况下，他又在乎名声，又想要变现，然后又很急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这个女生她可能会做一件事情啊，可能来杭州研究怎么做卖货啊，研究了待个2个月，发现不赚钱走了，看看能不能把之前那些男人再盘一遍啊，然后发现耗不动了啊。这位博主表示，自己30多岁，如今想找个合适对象越来越难了。然后呢，我是安徽人，在杭州工作。就今年回家的时候，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年收入20到30，然后170身高，微胖。唯一的缺点就是遗传性的脱发，他现在已经秃了，剃了个光头。我就在想，像我们这样的，就像我这种年龄段的，就只能找这种了嘛。有一个女生呢找到我说，她想找一个男人还债。我看到她照片，长得还挺漂亮的，而且还挺年轻的，要说条件还是可以的。但她自己也说，她找了很久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她想趁自己现在还有年轻的资本，赶紧找一个人嫁了，所以现在就非常的焦虑。那这件事情啊，这条路其实现在走起来是很难的，姐妹。现在想找一个男的，他既有能力承担得起你的债务，还有意愿来帮你还债，就这样的人真的太少了。博主劝这位女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上，万一那个愿意替你还债男人永远不出现呢？无论你现在财务状况如何，即便暂时看不到翻身的可能，你首先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止血，先把自己生活标准适当往下调一档，从那些不切实际的阶层幻想中走出来，然后再谈未来的规划。就是当我们30多岁，更惨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没有资产，还没有对象，没有孩子，你把自己的人生既没有任何的这种托举自己的能力，还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好在一点就是我虽然现在我的选择性已经几乎上很少了，而我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还在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我打拼了一点点什么一个房啊车啊，还有一些存款呀。博主给20多岁女生一些建议，如果你不能接受将来一个人孤独终老，那你现在就要把结婚当成一件要认真规划的事情去对待，而不是躺在家里等别人来找你。如果你已经想清楚了，这一辈子就想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，那么在你没有存够100万之前，最好先把重心放在赚钱上。就像插花、跳舞这些兴趣爱好，可以暂时往后放一放，先把经济基础打稳了再说。我现在突然觉得，就是到了我这种差不多的年纪，很多人选择不恋爱不结婚，真的是家里催得太狠的一个结果。其实我本身呢，对谈恋爱对结婚是没有什么那种抵触心理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到下个月我就满29岁，然后我也到了这种就是被家里人疯狂催婚的阶段。今天我在外面玩，我奶奶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我第一个电话没接，因为我知道她打电话是干嘛的。没错，就是我家里对我催婚的人群已经从我的父辈到了爷爷奶奶这辈。博主说，家里人对他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你别把眼光放太高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每次听到这话，他心里头都特别别扭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个特别挑剔的人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家人越是催婚，他就越不想去相亲。说个很严峻的事情哈，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负债的大龄女生都跑来婚恋市场还债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相亲的时候，这个女生你发现她是负债的，你赶紧撤退啊，不是开玩笑的，你在保命，知道吧？是保命啊，不光是保住你的财产，因为债务这个东西很容易让一个人变得疯狂。前段时间不就是有个男的跳江了吗？最后发现是他老婆不停的问他要钱，什么彩礼5金包包啊，那个男的也照单全付了。结果这个女生是个负债的，就为了给自己还债，就把这个男生给吃干抹净了。博主提醒说，未来经济形势可能依然不太乐观，会有更多女生面临失业，入不敷出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有些女性可能会让男性朋友替她偿还债务，所以我们要保持清醒。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实在是太多了。91年34岁，未婚无娃，
这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大龄剩女吧。这些年一个人过得其实挺爽的，老家有套小房子，手头也攒了点钱，不多但够用。父母身体还行，收入还算可观，这份自由自在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日子，我很珍惜。但这些给予我生活上的精神和物质食粮，我知道它不是永久的，终将会一件件慢慢失去。我也陷入过很深的迷茫和纠结，不过最近想通了，与其焦虑未来失去什么，不如现在就把自己过得结实点。博主说，结婚生子并不是万能的解药，关键还要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。否则呢，即便是结了婚，她也只会操心丈夫与孩子，最后把自己活成一个喋喋不休的家庭主妇。我今年43岁了，已经不上班了，而且我还没有结婚。有的朋友就问说，那你这辈子还打算结婚吗？怎么说呢？就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是肯定不会结婚了。我们家原来3个光棍啊，我爸、我哥还有我。我爸去世了。但你说我吧，从小到大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我不结婚不生孩子，我标新立异，我求自由，从来没有。但你说怎么就剩下来了？就想一想，还是我就年轻的时候，大把的青春的时候，错过机会了。博主说，他30多岁才开始着急，觉得自己年龄不小了，于是疯狂的去相亲。可他很快就发现，想找到合适的对象并不容易，因为不少男人首先看的就是你的年龄。后来呢，他也想通了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如今再回头看看，他反而庆幸自己当时没有结婚生子，否则现在日子可能要辛苦得多。为什么说3 K 是女孩子的化灾区呢？以前是生病的妈，号主的爹，上学的弟弟，可怜的他，以前就是以这样的名言来去跟大哥讲，博取大哥的同情心，让大哥给更多的高小费。现在呢，所有的女孩子开始转变人设了，可能就说啊，创业失败啊，开酒馆啊，或者说开什么服装店啊，开什么美甲店，打造一个怎么说呢，成功人士，但是后面破产了而已。到后面为什么大哥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拿捏不住大哥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以前大哥那个时候无所谓有钱，现在这加上大哥都没有多少钱。再强调一遍啊，一定要警惕结婚化债。咱就以18到40岁的人群给大家做个分析。男性的债务主要分布在房贷、创业、股票和其他投资，女性的债务主要集中在消费、旅游、教育、医美这几大板块。从数据来看啊，男性负债的总额要高于女性，负债的人数也要高于女性。但是男性赚钱有钱的也要比女性多。更有意思的就是负债了以后的一个处理方式，大部分的男生欠了钱以后，大多都是愿意告诉父母的，父母呢也会帮忙兜底承担。但是女生负债了以后，基本上不会跟父母讲。博主指出，许多女性被网络上那些精致奢华的生活方式误导，大手大脚消费，一旦负债，尤其是年轻女性，在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之下，往往会做出风险极高的选择。比如去夜场或洗浴中心寻找愿意为他们花钱的大哥，也有人把结婚当成摆脱债务的一种方式。他提醒说，女性朋友千万不要轻易负债，一旦踏进负债深坑，要想爬出来真的是太难了。我有种很强烈的预感，要不了3年，女生会集体荒掉。你看，今年已经有很多女生急着结婚，逼着男生借钱送彩礼，可男生们真的累了，直接摆烂了，结不了，谈不动，举不起。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，女生肯定会慌，到时候还会回过头质问男生：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娶我？因为现在市场上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女生比男生多太多了，很多男生早就看透了。所以我大胆猜测，不出3年，很多女生会不断降低要求，只要能嫁出去，房车彩礼可以不要，你们觉得呢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